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马发展研究室，我是小麦。那上期影片呢，我和大家已经讲解的话，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投资逻辑嘛。那这个影片呢，我会和大家好好分析每个户型的优缺点是什么，然后浅浅介绍一下 Pavilion Square 的卖点到底在于哪里。那首先呢，我们从地点上来说，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呢，位于我们这个吉隆坡金三角的这个要塞，早期是由百元集团作为先锋去做开发的。那它作为开发商的时候呢，它第一点就是做了我们这个 Pavilion Mall 吸引了人流嘛。那之后的话，就已经有不同的这个住宅项目慢慢的被开发了。那首先第一点，在百威廉集团旗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Pavilion Residence， 之后的话就有 Banyan Tree， 第三就是 Pavilion Suites。那来到我们最终 finale 呢，就是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百威廉广场嘛。那我们地理位置上来说的话呢，是位于我们这个 Pavilion Mall 的这个后边，在我们这个 Jalan Raja Chulan 的这条路的隔壁而已。关于这个 Pavilion Square 这一片地其实是有 2.023 英亩的。那在这片地里面的话，会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建筑物。首先呢，就会有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这个 Office Tower， 我们这个甲级写字楼，总共是25楼，总共有106间的这个办公楼单位。隔壁呢，就是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这个住宅单位啦。这个楼层呢是有960间单位，总共是有67楼这个楼高的哦。这两栋建筑物呢，它们是互相连通的。那整个项目啊，它是立售是有限平期的。上期影片已经有听到啊，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话是有直接的连通桥去到我们这个 Pavilion Mall 的，对吧？那这个连通桥到底在哪里呢？它其实不是在于我们这个住宅单位的，你需要呢从你的单位出来，去到我们这个第12楼层的这个空中设施呢，我们会有一个全覆盖的一个走道，去到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这个写字楼。那之后呢，才会有连通桥，让你连通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Pavilion 商场的。听起来好像很远，但我们已经实际算过了，从你的家里出来呢，去到我们这个 Pavilion 商场呢，全覆盖的这个路程上来说是少于300米的。所以你慢慢走的话，少不10分钟都可以到啦。那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定位呢，到底是什么？我们是 Luxury Residence， 我们是豪华公寓。那它的豪华感到底体现在于哪里呢？首先就来到我们这个礼宾大厅啦。你看到我们的设计感，就是启发于我们这个 Pavilion Suites， 我们马来西亚吉隆坡这里这个楼王呢，是使用比较多黄色金边的设计感。那虽然说看起来设计很简单、朴实无华，但它还是有保有它的豪华感。来到第12楼呢，就我们这个第一个空中设施啦。那这个设施方面的话呢，有不同的这个空中花园啊、走道啊，可以让你去好好的去享受我们这里的这个设施。然后我们还有娱乐厅啊、贵宾厅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方面的话呢，是非常偏生活化的一个公共设施。不管你是白领、外企白领，或者是任何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话呢，都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些公共设施。那上期影片我就提到，我们这个百威廉广场其中一个最大的卖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空中设施啦，是在64楼、65楼、66楼和67楼的。首先来到我们这个64楼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Sky Wellness， 我们这个空中健身房啦。为什么这个空中健身房呢是一个值得提的一个卖点？那是因为呢，我们是高达15000、15000平方尺的这个空中健身房哦。除了健身房之外，我们是还有提供非常多的一些健身房额外的附加选择，像是休息室啊、桑拿呀，或者是说一个更衣室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寓健身房而已。它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健身体验哦。然后来到第66楼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空中花园啦。因为居家办公呢，自从我们这个 COVID-19 之后，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那来到这边居家办公的人呢，就可以选择到我们这个空中花园，好好的放轻松，休息一下，再回到他们的房间继续公干。这就恰恰满足了这一类型的人这些需求啦。然后最后啊，就来到这个我个人认为 Pavilion Square 公共设施里面最值得看的这个卖点——空中无边际泳池啦。虽然说67楼不是全马来西亚最高的这个空中泳池，但是呢，它的大小上来说绝对是最大的，长达118平米，而且在每个晚上的时候还可以俯瞰我们这个 KLCC 的这个绝顶夜景哦。好，那现在的话就来到我们这个户型的分布啦。你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加一房的这个户型的话的那个占比是最大的。那是因为呢，通过百威廉这么多年的这个开发商经验啊，他们发现到呢，其实加一房呢是最受外国租客和租客们的青睐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意设计了在这个楼盘里面有这么多加一的这个户型，高达了30%的占比哦。停车位的分布上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除了套房之外的话，每个户型是配有至少1个车位的哦。
虽然说马来西亚或者是说在百元这一区的话，不管有多么方便的这个 public transport 我们的公共交通呢，其实在马来西亚开车还是最首要的选择。然后一些特定的这些户型和特定的这个楼层呢，是有配有2个车位，是前后的一个摆置的。就来到我们这个标准楼层的这个平面图啦。那因为很多人和我说啊 ，Michael 960间单位听起来好像很高密度。那其实我们要看啊，我们960间单位呢是分布于2.023英亩的这一片地的这个大小的，而且每一个楼层呢是20间单位，听起来也好像很多，但是呢，我们是把它划分成为2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的话只有10间单位，而且是配有6部电梯的。各有各的自己的一个电梯的这个大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比上来说，你在等电梯的这个体验感来说，不会觉得很久，而且我们是使用高速电梯的哦，因为毕竟我们的楼高是高达67楼嘛。那现在就来到我们这个影片的重点啦，我们这个户型的布局呢，到底哪一个户型是适合你买的？它们优缺点各自在于哪里？首先第一呢，就来到我们这个套房啦。那这个套房呢，虽然说听起来很小，只有46.8平方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边里面的话，我们是提供一个全金装修嘛。那里面这个最大的卖点呢，是在于我们有提供一个阳台。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一区，多数是不配有阳台的。今天我们非常明确，我们也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整合呢，发现到外国租客来到这里住的话，阳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刚需，所以不管这个户型再小的话，或者再大，我们都配有这个阳台的。那当然以大小上来说的话，这个户型的那个价钱也是我们整个百悦恋广场里面入手价最低的一个户型选择啦。那今天以预算上来说，可能没那么高的话，这个户型选择可能是适合你在马来西亚做一个第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选项。那来到我们这个 B 户型啊，就是我们这个加1房。那你看到我们这个户型啊，其实非常的方正。那也我这么多年啊，对外国买家和外国租客的这个经验上来说的话呢，其实户型方正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在摆放家具上来说会比较实用。再加上呢，他们其实也有考虑往后他们在出卖的时候呢，其实方方正正的户型啊，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容易出卖。喜欢方正户型的人还是为居多嘛。然后以这个户型上来说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楼层只有4间单位，每个区域只有2间。这个户型的话呢，对着的这个景观呢，只是对着我们这个珠兰路那边，可能还有机会让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皇家高尔夫球场哦。来到我们这个 B2 这个户型，它大小的话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这个 B1 的这个户型。那这个的卖点呢，是在于我们的这个户型呢，是每一个楼层只有2间，每个区域只有1间哦，而且对着的这个景观呢，是我们这个 Pavilion Tower 的这个景观。以外国租客来到这里做选择上来说的话，他们也会偏向于青睐比较有好景观的一个单位。那这边的话，我个人浅见是建议你必须拿有一个好景观，再加上中高楼层的一个单位。那现在就来到我们这个C1的这个户型了，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一个2房的这个户型。其实我们这个户型的这个设计啊，是偏比较长方形的，虽然说它不是方方正正的，那你可以看到从我们这个玄关进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走道，那你就比较有一个玄关的一个感觉啦，不会直接一开门就看到你的这个单位。那这个长方形的户型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它那个位置没那么深嘛，每一个房间和我们这个客厅呢都是对着我们这个落地窗的。所以阳光非常容易进到你整个单位的这个每个角落。然后来到 C2 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2+1房的这个户型这个单位啦。你可以看到的话呢，我们这个户型的话是一个蝴蝶形的一个布局哦。蝴蝶形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中间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common area 公共区域，就是我们的这个饭厅啊、厨房啊、客厅啊，然后左边右边呢各有自己的一个房间。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户型的布局上来说的话呢，每一个房间的那个大小都非常的大，因为通常啊以99.9平方米来说的话，在市中心这里很多时候呢都会挤入至少3房啦。那这边的话我们只是一个2+1房而已。那你看到我们这个1房的大小啊，虽然说看起来很小，但已经是足够大，让你放入一个单人床，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标间了。来到 C3啊，这也是我个人认为一个最适合我们大家买入的一个户型。那是因为呢，它户型非常的方正，那以后你要出卖的时候的话，也是非常的容易。再加上这个户型的话呢，是对着我们 Pavilion Tower 的，那景观上面上来说的话呢，你的景观会非常的漂亮。我们还有一些单位在我们的中高楼层的。那景观呢上来说的话，你的选择也会比较多。然后这个户型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有那个阳台的，每个房间的话都是对着我们的这个落地窗，采光也会非常的好。
然后来到 Type C4呢，我们这个 C4的这个户型啊，其实也很早就已经卖完了。那是因为呢，这是我们整个百威廉广场这个楼盘里面最大户型的一个选择。但最大户型呢上来说，它却不是最多房间的那个单位。以空间感上来说啊，它的体验感绝对是最好的那一个。那这个单位的话，非常可惜已经卖完了。那之后呢，就来到我们这个 D 户型最多房的这个户型啦，就是我们3房。然后这个户型呢，其实它的卖点啊，不在于它有多少个房间，它分布于每个楼层的这个角落。那以角落间上来说的话呢，它有一个绝对优势，就是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呢，都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落地窗，在采光方面呢，其实会来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那一个啦。我个人认为 C3呢是最值得我们选择的一个单位，因为它户型方正，它是一个2+1房。好，来到视频的尾声啦。在这个影片呢，我和你们分析了每个户型的那个优缺点。那之后呢，你们想要知道这些户型的价格的话，欢迎私信我，或者是直接致电。我已经把电话号码放在这个角落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我们可以安排一个线上看房。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话，欢迎私信我，或者是说你们来到马来西亚的话，记得敲我哟，我带你们去吃马来西亚的美食。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首先第一点呢，在这个租客的那个，首先第一点在租客的大家好，欢迎大家就是，